我没想到他竟然跟着我来到了成安县。千万不能让他见到我，还有我娘。他以前在宫里见过我们一面。周瑞渊和周大娘不一样，周峰现在是长开了，和以前不同，但他们的容貌与3年前相比变化不大。大哥，你要不在桌子下面躲一躲，我现在出去把他哄走。不过他还没有跨出门呢，杜婉春自个儿把韩燕儿给拦了下来。哎，姑娘，周掌柜刚才回来了，不过又走了，现在大概去了回家的路上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他回来了我再告诉你。罢了，你不要跟他说，我只是来买香的，买完就走。说完他就转身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大嫂，他走了？他是从京城来的吧？是的，是韩大将军的女儿。哦，韩大将军是什么人啊？是现在皇帝跟前的新贵，当年跟我舅舅一同在关中任职，也算是好友。只不过当初我们陆家出事的时候，他在关外。韩大小姐失落地离开了成安县之后，回到了郑知府的府邸。她这次来跟郑知府说了袁家之事，郑知府听后非常的气愤。这个袁家真是无法无天了，竟敢当街杀人！是啊，郑叔叔，要是皇后娘娘和太子还活着就好了，一定能把那吴贵妃赶出皇宫，看他袁家和吴家还得不得意。这也是命啊，有吴贵妃这样的妖女在，国不宁，民不安。难道我们玄月国就要这样完了？不会的，我听我爹说过，陆家还有人活着。好侄女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次来青州府，父亲特地嘱咐过，要让我亲口将此事告诉你。你说，放心，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。陆家当时的3少爷还活着，当初他被父亲的奸细所救，现在正在关外。郑知府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，他往地上一跪，朝着京城的方向磕头道：老师，陆家没亡，陆家有后啊！京城内，在街头还有一家2层楼的大香铺，这就是袁家香铺。平时最喜香的徐家小姐立马来了铺子。这是什么香露啊？这是我们铺子新出的茉莉香露。徐家小姐再次闻了闻，这是什么茉莉香露啊？简直就是牛粪水！连忙从她手中接过香露，倒在手上闻了闻。闻过之后，掌柜也跟着干呕起来。你们袁家怎么搞的？做出这么难闻的香露出来？徐大小姐，你别急，可能是这瓶香露出了问题，我再看看其他的。说着，又拿了一瓶新的香露放在手中闻了闻。这一闻可不得了，又直接干呕起来。哼，看来不只是这一瓶有问题啊！你们袁家是怎么办事的？是不是故意做出这种臭烘烘的香露来恶心我们的？徐大小姐，你先别急，可能是这批香露出了问题，我回去问问我们家老爷。徐家小姐气呼呼地离开了袁家香铺，袁家掌柜连忙将那些臭气熏天的香露拿到了袁府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老爷，这就是我们府里新出的茉莉香露。怎么可能？这味道简直就像是臭狗屎！这香露真的是我们家的，不信你瞧瞧，这些都是今天一大早从府里送进铺子里的。袁老爷见着惊呆了双眸，看了半晌，快带我去厢房看看。管家连忙将袁老爷扶到了后院。一群人刚刚走到了厢房的门口，就闻到了一股腐烂的恶臭味。怎么了？厢房里发生了什么事？管家，厢房里那些无论是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，都发出一股恶臭味，我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恶臭味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臭味呢？袁老爷有些不信，一把推开了管家。我进去瞧瞧。老爷，里面实在是太臭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了。不去，我就看看是谁在我的厢房里搞鬼。说罢，他直接朝前大步冲了进去。厢房里面看起来跟平常一样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闻着就是臭的。爹，我们派去刺杀周家那小子的人在路上都死了，看来是被周家小子发现了。先别管周家那个小子了，你快瞧瞧这个。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臭？就是我们厢房里的香露和香料，今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全部都是臭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昨天去厢房的时候，里面的东西都还好好的。我怎么知道是为什么？这段时间都是你在打理厢房。爹，你先别急，让我查查，一定是有人在我们香露和香料里放了东西。等我查出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哎呀，行吧，你先去查，查完之后把厢房里的香露全部都清理掉。铺子先关门几天，等着新的香露做好了再重新开张。好的，爹。
周峰这些天回了成安县，铺子里的生意交给了一位新来的伙计。周峰一走，袁家便没少派人来找茬，都被他给挡了回去。现在袁家出了事，也没心思再来找他们麻烦了。他便开始专心做生意，还不等周峰回来，他们铺子里的香就快要卖完了。离京城千里之外的长留村内，因为周峰回来了，一家人立马忙着搬起了新家。院子里来客人了，村里的许大夫、刘家媳妇儿，还有王家婶子、陈家的2个妹妹，还有2个婶婶。他们来的时候手中都带了不少的礼物，有鸭子，有鸡，还有五谷，算是寓意他们周家五谷丰登。湘潭村杜家，杜大江听了这事儿更是后悔，他提着一只鸡，还想去看看自己女儿。你不是跟那女儿断关系了吗？还跑去干什么？嫌脸丢的不够啊？这鸡还不如留给我补身子。杜大江这会儿啊，就把怀了自己孩子的红香当成宝贝。他这么一听，还当真把刚刚提出的鸡又给放了回去。这鸡刚刚放回去，家里便突然闯进一个男人。红香有没有在你家？没错，她是我婆娘，怎么了？然而他没有等到男子的回话，而是等到了男人的一拳头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么一进门就打人？我为什么打你？你动了我的女人，你说我为什么会打你？什么你的女人？这时屋里听到声音的红香走了出来。强哥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这些天让你受苦了。不苦，你瞧着，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太好了，我有孩子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和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吗？什么你的孩子？你也不瞧瞧自己多大年纪了，还能有孩子吗？你是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？当然了，这孩子是我强哥的。这个红香啊，本是个风尘女子，和自己身旁这个男人也是真心相爱。不过前段时间这个强哥为了红香杀了一个贪官，这不就只能离开长留村去逃命了。而红香为了自己肚中的孩子能有口饭吃，所以才委屈地跟着杜大江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这些天对你也不薄啊！哼，你这是活该，自己的女儿不知道疼，为了别人的女儿把自己的女儿给卖了，你还算是人吗？现在这一切呀，都是你的报应，你就不配儿孙满堂，想要孩子，下辈子吧。说完，挽着身旁的男人就准备离开。临走的时候，红香还卷走了杜大江所有的银子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给我等着！我要去报官。你去报官呀？放心吧，你就算是报官了，也没人会信你的话。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别说是报官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离不开这个湘潭村。男人挽着红香快步离开了这里。原本还算是有点人气的杜家，在一瞬间变得凋零下来。周家内，许大夫留在了最后，他从兜里拿出了一包种子，递给了周大娘。我一个赤脚大夫，也没有什么送给你们的。这包种子，你们若是不介意的话，就收下。这个是……我以前在关外行军打仗的时候，一位朋友送我的香果种子，听说是从西域来的，种出来的种子可香了。你们不是制香的吗？可以试试，只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把这果子种出来。能，一定能。这村子的山水好，一定能种出来。娘，这是好事，有了这果子，我们就能做出整个玄月国没有的荷香。没错。周家妹子呀，你长得和我那朋友真像。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许大夫连忙闭上嘴，没有再说了。周大娘见他不愿意再说，也没有再继续问了，随后让周昭将许大夫送回了家。周大娘和杜晚春二人围在一起。晚春，你有种过树吗？没有。不过娘，我们要不照着种菜的法子试一试呢？行，我们把这种子放到后院的泥地里起苗，等了苗出来了，再种到地里去。只是这树要多久才能长大，多久才能结果呢？不然要等7、8年的话，那我们黄花菜都凉了。不急啊，我们先种下再说，说不定长得比地里的萝卜还快呢。周大娘听了杜晚春的话，先将种子种到了后院起苗。等着第2天的时候，周昭早早的去后院喂鸡，发现原本光秃秃的泥里面居然长出了绿叶子。娘，大嫂，我后院的种子起苗了。
周大娘站在门口，见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叶子，欣喜不已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种子呀？一夜之间就起了苗。娘，要不我们赶快把这些苗给种到地里去吧？行，正巧瑞渊昨天把我们地旁边的那个山头都买下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些苗种到山坡上。晚春，你到屋里歇歇，我来干。相公，二弟呢？二弟去了成安县的铺子，说是反正要在家里待上10天半个月，就先帮忙去看看铺子，正巧让他也待一段时间。张姐姐，杜晚春点了点头，一家人动作迅速地把苗都装进了背篓里，然后一同来到了地里。晚春，你就坐在那里，别乱动，等我们把苗种下去就回家。好的娘。旁的稻田里，稻子也都快熟了，再过几天就准备收稻子了。杜晚春随后来到了稻田的后方，那里有一块周昭1个月前种的玉米地。他尝试性的伸手轻轻地碰了碰那玉米杆子，心中想着，若是这些玉米能早点熟就好了。想罢，他缓缓转身朝周大娘他们走去。杜晚春这前脚刚走，玉米地里的杆子用着肉眼可见的速度拼命地向上长，一道明媚的阳光正巧照到了玉米地上，一个一个小小的玉米包在阳光下长出来。等着苗种好了之后，各自提了一点菜回了家。回到家中时，正见到刚刚回家的柳家媳妇儿和周峰。柳家媳妇儿的双眼红红的。秋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周婶婶，我今天见到娃他爹了。这是好事呀，你家那口子不是被抓汉丁后3年都没回来吗？现在他回来了，你们娘俩也有人照应了。周婶婶，他人是回来了，却成了别人的相公。张姐姐，你先别急，喝口水慢慢说。今儿个我和周掌柜在铺子里看生意，有个大户人家的妇人挺着肚子来我们铺子里买香露，等他递银子的时候，他家相公便来了。我一看，那不正是我家那口子柳生元吗？秋荷呀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不会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我和他做了1年的夫妻，他就算是化成了灰我都认识，而且他那模样一定也是将我认出来了。张姐姐拉着他问他是不是叫柳生元，他就像是见了鬼一样，拉着那大肚子的女人就跑了。如果不是他，又何必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？后来我派人去查了，那位小姐姓莫，是莫将军的2女儿。莫将军近来回乡看亲，便把自己的大女儿、2女儿还有大女婿、2女婿都带了回来。柳生元在关外从军的时候，仗着自己那张小白脸，勾搭到了莫将军的2女儿，做了莫家的上门女婿。这个畜生，放着我们娘俩不管，竟然娶了别的女人。他可知道，他在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我和家燕儿连口热粥都喝不上。要不是碰到你们周家，我现在和我家燕儿估计都已经饿死了。张姐姐，这样一个陈世美，你也别再念旧情了，带着燕儿去莫家告他。不说别的，总要给点银子，你们娘俩过活。没错，秋荷，你带着孩子去莫家告他，不能被他这样白白欺负。这莫家的老爷应该还算是正直，你找他应该不会有事。周婶婶，你认识这位莫家老爷？不认识，只不过以前在京城的时候听说过。周婶婶，你和杜妹妹说的对，我不能让他白白给欺负了。等明日我就去莫府找他，我要莫家还我一个公道。没错。杜晚春连忙进屋拿了几个煮好的蛋出来，全部都塞进了张秋荷的怀里。张秋荷结令道谢，随后朝自家走去。以前只在书里见过陈世美，没想到今儿个居然亲眼瞧见了，原来真的有男人抛妻弃子。娘，咱们也别担心，张姐姐为人和善，人又十分的聪慧，日后会有好日子的。没错。另外那边，张秋荷回到了家中，连忙生火，准备给孩子做饭。这边米刚刚煮上，一旁的孩子又哭了起来。只见是他手里的鸡蛋掉了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有人在敲门。是谁？是我，生源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敢回来？秋荷，你别这样。秋荷，我也有自己的苦衷。苦衷？你能有什么苦衷？难不成是那莫家小姐知道你家有妻室，逼着你娶她不成？是啊，正是这样。我当时有跟那莫家2小姐说过，我有妻儿，可是她不听，还说要是我不娶她的话，她就派人把你跟孩子都绑了。
柳生源，你别想这样骗我，要不要我现在就去和莫尔小姐对峙？好了，别闹了。柳生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求你回头的。只是你儿子你不能不管，饿死我可以，不能饿死他。柳生源听着，眸中透过一丝恨意。秋荷，你别这样，我自己的儿子我当然会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们母子俩丢在这里不管的。你们先在这里等等，等我在墨家站稳脚跟后，再把你们母子俩接过去享福。我出来挤也没带什么，特地买了成安县出名的糕点，你和瑶儿尝尝看。他从盒里拿出一块糕点放在那小娃娃的手里，张秋荷也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一把将孩子手里的糕点打掉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我们不吃你的东西。行，我今天就不打搅你们了，过几天我再来。说完，一脸嫌弃地离开了这里。等柳生源离开之后，张秋荷直接端起那一盘糕点，全部都倒在了后院给鸡吃。谁知道他还没走呢，那只圆溜溜的老母鸡在吃过地上的糕点之后，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。老母鸡居然死了！有毒！这糕点有毒！他说完，突然想起了地上那块被他打落的糕点，连忙冲进了屋子。有毒！别吃！瑶儿乖，明儿个娘再买给你吃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柳生源是连畜生都不输。娘，别哭，瑶儿不吃糕糕，瑶儿吃窝窝。好，娘这就去给你做窝窝。说完，起身将那块有毒的糕点拿东西包好，揣在了自己的兜里。等吃完晚饭之后，张秋荷抱着孩子来到了杜婉春家，将刚才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杜婉春和周大娘。周婶婶，杜妹妹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柳生源这是不打算给我们娘俩留活路啊！秋荷，你先别急，这成安县又不是他柳家当家，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怎么样无所谓，只是我的瑶儿，她还这么小，没有爹疼也就罢了，怎么能被今天这般对待呢？一旁的杜婉春起身来到自己房间，随后拿出了一盒酸枣糕。她平日里都舍不得吃，所以还剩下许多。她将酸枣糕放在了小妖儿的手里。妖儿，你拿着这个去找昭叔和枫叔玩。小妖儿拿着酸枣糕点了点头。杜妹妹，我也知道当着孩子的面这样说不好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张姐姐，那糕点你留着了？留着了。明天我随你一道去铺子，你照我说的话做。杜妹妹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张秋荷点了点头。眼前天色渐渐暗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就让他们母子二人睡在了客房。待一家人都沉沉睡去的时候，离着长留村数里之外的漆黑小路上，柳生源正跌跌撞撞地走着。他从张秋荷的家中离开以后，想要走路回到成安县，谁知道在半路上遇到了鬼打墙，直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。许是被困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，他的精神逐渐崩溃。我的鬼奶奶呀，你就放我走吧，等我回来了一定给你多烧点纸钱。说完，他起身继续朝前走去，然而一抬头，眼前又是那棵树。鬼奶奶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我柳生源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他说完，立马起身朝前跑去。然而这一跑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地。最后双手握着拳头，朝着大树一头撞去。看我不撞死你！砰的一声巨响，柳生源的额头被撞破了，朝着地上倒了下去。躺在地上，抬眸看着树的顶端，只见树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马蜂窝。马蜂窝因他刚才那么一撞，摇摇欲坠，直接掉在了他的胸口上。柳生源推开自己胸口的马蜂窝，尖叫着爬起来，疯了一般的朝前跑去。这回他没再回到大树下，一路朝着成安县跑去。不过身后却跟着一群成百上千的大马蜂。大马蜂将他团团围住，朝着他的头、他的屁股、他的脖子扎去。原本安静的小道上全都是他的惨叫声。等他回到莫府的时候，整张脸都变成了大猪头。翌日一早，杜婉春跟着周峰和张秋荷一同回到了铺子里。秋荷妹妹，来，这个给小妖儿吃。多谢徐掌柜，我和我家妖儿吃过早饭了。直接将包子塞到他手里。吃过了也要多吃一点，瞧着你和妖儿都瘦得皮包骨了。婉春妹妹，近来还洗吗？不了，最近什么都能吃了。那就好，
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我和那李掌柜可是打了赌了。打赌？打什么赌啊？我呀，出10两银子打赌，赌晚春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娃。李掌柜呀，出20两，赌他肚子里的是个女娃。如果是女娃，那我就得给40两李掌柜了；如果是男娃，那李掌柜就要给我20两。徐掌柜，你怎么这么肯定杜妹妹肚子里的是男娃？这还不简单吗？酸儿辣女啊，没错，我怀幺儿的时候也喜欢吃酸的。这个好像也不太准，我听娘说，她以前怀我家相公的时候就喜欢吃辣的。不，一定是男娃。哎呀，我还是不改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杜妹妹就要生了，等她生了之后，我们不就能知道了？也对，那我们呀就耐心等着。徐娘转身跟他们告辞，回了自己的铺子。这徐娘刚刚走没多久，周家铺子里便迎来了第1位客人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的香丸有孕之人可以用吗？可用可用，我们家掌柜的也怀有身孕，所以铺子里制的香都不会对胎儿有损。张秋和一边解释着，一边朝着来人看去。只见这名孕妇正巧就是那日跟着柳生元来的妇人，莫将军家的2小姐。她听了张秋和的话，直接拿了好些香丸递给张秋和。这里一共多少银子？夫人，一共是6两银子。杜婉春接过银子之后，朝他笑着说：“夫人，瞧着以前没见过你啊，你是从外地来的吧？”不，我们就是成安县的人，只不过早些年常年在关外。啊，关外呀，那里是不是经常有战争啊？我家张姐姐的相公就在那里从军呢。关外确实战事多，不过最近几年好了许多。哎，夫人，可不可以求你帮个忙啊？什么事？我家张姐姐的相公3年前去了关外从军，现在孩子都2岁多了，都没有见他回来，所以想求夫人帮忙打听打听，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你说那张姐姐是不是她？杜婉春点头。昨天她还差点把我相公当做她相公。张姐姐的确是太过思念夫君了。她相公叫什么名字？我派人去打听一下。她相公姓柳，叫生元。我家相公也姓柳。柳生元是他的小名，他还有个大名叫柳汉生。真的叫柳汉生？夫人，你可听说陈世美的故事？有个男子叫陈世美，一直与自己妻子恩爱有加，后来进京赶考，高中状元之后被皇上召为驸马。他的妻子见陈世美数年没有音讯，便携子上京寻夫，谁知陈世美不仅不肯与其相认，还派人半夜追杀其母子2人。所以你想告诉我，我的相公是陈世美，他抛弃了你身旁的张姐姐。杜婉春弯着眉眼点了点头。哼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因为你的1-2句话就相信你，而不是信我自己的丈夫？夫人，你在军中，你应该知道，无论是哪个壮丁从军之后，都会有户籍在册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回府查一查你相公的户籍，看看他是不是成安县长留村之人。随后，杜婉春侧头在张秋和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张秋和将怀里那块有毒的糕点拿出来，递到了莫二小姐跟前。夫人，其实昨日柳生元见到我之后，就来找过我了，他还带了这些糕点。莫二小姐抬眸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苏香阁的糕点。回来之后，他让柳生元去买过几次。这糕点是他买来送给我和我孩子吃的，模样是不错，闻着也很香，只不过有毒。他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昨夜他家相公的确是有些古怪，说是出去一趟给他买糕点，但是半夜才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马蜂扎的伤。成安县内一般是没有马蜂的，只有附近的村子里才有。一个只是上街买糕点的人，怎么会突然被马蜂蛰呢？而且脚底全是泥。所以他家相公昨夜骗了他。莫二小姐听了杜婉春的话，浑浑噩噩地走了。莫府内，这脸怎么还没消肿啊？不对啊，我昨夜给二姑爷涂了药，今天即便不会消肿，但是也不会加重啊。有没有办法治？没有的话，就给我再叫几个人来，
二姑爷的伤我们都瞧过的，该上的药都上了，若是再不好，只能说二姑爷运气不好了。什么叫运气不好？就是碰着了比平常麻风都要毒的毒风，这种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若是能好，过几天就消肿了；若是不能好，可能会持续溃烂。还会继续溃烂？那我这张脸不是得毁了？毁了容貌是小，最要紧的可能连命都没了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我呀！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这时莫二小姐回来了，她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，双眸失神。莫将军以为她是在担心柳生源的伤，连忙安慰她：秦羽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大夫给汉生治伤。莫二小姐来到柳生源的床边。张秋和是谁？娘子，怎么了？你说的这个人是谁？我刚才碰到他了，他说你是他的相公，他还为你生了一个儿子，而你却想杀了他们母子俩。娘子，他胡说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就是故意想要讹我们的银子。柳生源，最好跟我说实话，不要把我当成傻子。娘子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这辈子只娶了你一个。你说你没有骗我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你给他们下了毒，差点把他们母子俩给毒死了。娘子，我那天只给你买了糕点，你不妨去糕点铺子问问，我只买了送给你的那一份。你怎么知道有毒的是糕点？我从进门开始可从未说过这毒是下在糕点里的。娘子，我刚刚是猜的，这能下毒的东西不就是水和糕点吗？莫二小姐心中已经确定了答案。好啊，你这个刘汉生竟敢骗我女儿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下也没心思找借口了，直接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。你这个畜生，竟然让我女儿做了这恶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爹，罢了，夫妻一场。只见莫二小姐拿着笔在桌上写下了一封休书，直接让他滚，这样的男人留在我们莫家只会污了我们莫家门楣。娘子，你现在肚子里有我的孩子，怎么能就这么休了我呢？去父留子，你走吧。你真的要赶我走？你一个女人大着肚子，难不成还想再嫁不成？谁说我一定要嫁人？就算我一辈子不再嫁人，也不想让我的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。爹，派人把他丢出去。莫将军见着欣慰不已，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丢出府。老爷，那可是二姑爷。哼，日后他不再是你们的二姑爷。相互看了一眼，大步上前，一把将柳生源架起来。娘子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娘子。青羽，你先进屋歇息，那个畜生交给我。爹，你也别担心了，我没事的，不过就是个男人，以后再换一个就是。莫将军点了点头，以他们家的富贵，想要再招一个上门女婿也不是难事儿。不过他怕了，还是找门当户对的好，最少要知根知底的。他想罢，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婿。这时莫家大小姐和大姑爷回来了，莫将军深思熟虑后，朝他们二人吩咐：那位张姓的姑娘也是可怜，此事我们莫家也有错，是我们没有将那柳生源的底细调查清楚，抢了那女人的夫君。为此，你们两个替我们莫家给这位女子送一些东西过去，以表歉意。好的，爹，我这就和娘子去。另外那头，杜晚春跟着张秋和将铺子关好，坐着周瑞渊赶来的马车一同回了周家。一家人坐下来没多久，院外有人在敲门。谁？请问张娘子在家吗？你们找张娘子有何事？夫人，我们是莫家的人，特地来向张娘子致歉的。晚春、秋和，这莫家怎么来人了？娘，今天我们跟莫二小姐说了柳生源的事儿，估计他们是为这事儿才来找的张姐姐。夫人，我们家将军已经知道了柳生源的所作所为，为此十分气愤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不是来找茬的，也不是来向张娘子对峙的，我们是来送千里的。千里？娘别怕，现在光天化日的，他莫家也不敢做什么。
男子大概30岁不到，但是却比同龄人稳重许多。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个男子长得和周大娘有几分相似。2位是？我是墨家的大小姐，这位是我的相公。周大娘一抬头，和男子四目相对，两人瞬间都愣住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只见男子拉着红衣女子大步走进屋内，随后一把将院门关上，说出了众人都为之一惊的话：二姐，娘子，这位是我从前在京城的故人。莫大小姐立马明白了，能被自己相公称呼为二姐的人，不就是以前陆家的二小姐，过去的皇后娘娘吗？这时周瑞渊和周峰他们也出来了。娘，晚春，是谁来了？周瑞渊说着朝来人看去，见着男子的时候他也愣住了。小舅，原来这位墨家的大姑爷正是他家婆婆的亲弟弟。周大娘的这位弟弟原名叫陆岩，被韩大将军的亲信救出去以后，来到了边关改名换姓，并且得到了莫将军的庇护和照顾。后来他娶了墨家大小姐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女儿现在也才1岁多。周婶婶，晚春，今儿个你们家中有客，那我先带幺儿回家。好的，张姐姐，明日我们再带你去铺子里。多谢了，晚春。张娘子，我们带来了一些欠礼，正巧现在一并帮你送到家中去吧。罢了，不用了。对了，那个柳生源现在怎么样？被我二妹休了，赶出了家门。活该，谁让他抛妻弃子，心肠歹毒。莫大小姐见他如此，还是耐心地追了上来，朝车夫吩咐几句，跟着张秋和来到了家里。没过多久，3、4个小厮把马车的东西都搬了下来。莫大小姐，真的不用了，我们母子俩虽然日子苦，但是也不需要你们莫家的东西。莫大小姐也不管他收不收，让小厮放下这些米和油之后，笑了笑，起身带着小厮们走了。张秋和看着这些大米，心中也是感慨万千。没想到莫家二小姐这般知善知恶，他想着，突然明白今天杜晚春为什么那般跟莫二小姐说话了。看来他是早就料到了莫二小姐会这么做。张秋和看着周家方向，脸上满是感激。周家内，三弟，你这些年怎么样了？二姐，我很好。这些年莫将军对我很照顾，只是你和殿下他们。舅舅，我们都很好。这位是我的娘子，姓杜。舅舅，才3年不见，殿下们都长大了。以前你们还时常跟在我身后，让我带你们去打马球来着。没想到一转眼都娶妻了。你和莫家那位大小姐成婚了？是的，我们成婚已有2年多，有个孩子，跟你长得很像。下次我把他带过来跟你瞧瞧。真是太好了。三弟，那吴家不是想着让我们陆家断子绝孙吗？想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？现在他们怕是要落空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早晚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京城，到时候我一定会让那些曾经害过我们的人血债血偿。没错。陆岩随后将自己这些年在军中的事情都告诉了周大娘，同时还告诉她，再过不了多久她便会升官，会拥有自己的军队。周大娘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这是想谋反。若是换作从前，他一定会劝他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他们若是不反，就会没命。随后陆岩又说了几件奇怪的事，说自己前些日子好几次逢凶化吉，并且一路高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，要帮他们陆家一把。周大娘听着欣慰不已，随后也跟他说了自家的近况。我如今在军中担任要职，又有莫将军庇护，在这个成安县，若是有谁敢欺负你们，你们尽管跟我说，我都能帮你们解决。平日里做生意多少都会遇到一些小混混骚扰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又说了很多家常，直到深夜陆岩才带着自家娘子离开。待莫家大小姐夫妻2人走后，周大娘独自坐在了屋子里，又默默地哭了起来。杜晚春缓缓看向身旁的相公，他的相公就该站在那明堂之上。
窗外的银白月光缓缓洒下，直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来，大家又恢复了往常的忙碌。今天稻子熟了，大家都忙着割稻子。杜婉春在菜地里也就打下手，帮忙拿个水什么的。周家这次算是头一次收粮，一共收了40多袋稻谷，整个粮仓都快要被填满了。周大娘中午的时候特地用了自家的新稻谷打了一袋米，那米的个头要比平常的都要饱满，吃起来也更香。她特地让周昭给帮忙割稻子的乡邻都送了煮好的新米饭，那香味儿飘得整个村子都是。很快周家的米很香这事儿就传到了方老爷耳中，杜婉春比较机灵，亲自将家中的米送了一些给方老爷。多谢杜娘子。方老爷，这米若是你还喜欢，过些天我们再送过来。一般这稻子是秋天熟，你们这稻子还没到秋天就熟了，还长得这么好，这是怎么种的？都是我家三弟种的，他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法子，可能是我们家那块地好吧。哎呀，杜娘子谦虚了，我听说你家三弟十分勤快，几乎天天是在地里忙活。这样吧，若是你们家的米好吃，每一次收了稻子之后，你都卖100来斤给我。当然可以啊。价格嘛，我也不开了，就把你们家那周家香铺的铺子送给你们。啊，方老爷，你的意思是？日后啊，你们周家香铺就不用跟我们方家分成，你呀，只要每年送点香米给我吃吃就行。其实啊，是前几天莫将军找到了他。莫将军只说这周家是他远房亲戚，感情十分深厚。这方老爷为了巴结莫家，自然也不敢再像以前一样的再贪他们周家香铺这一口了，所以才假借买米这个由头，将铺子直接给他们，也算是两家人结交，露了人情。多谢方老爷。方老爷随后从怀中拿出了之前的字据，还有铺子的房契地契，就连那伙计的卖身契都给了他。这一下周家香铺在成安县当真是一家独大了。杜婉春毕恭毕敬地接过了方老爷递来的东西，朝他行了一个礼，随后离开了方府，回了周家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大娘。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用再和方老爷分钱了？是的娘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们每个月又能进不少银子。那我们可要快点把新荷香做出来，正好赶着风儿回京做好。这时周昭从地里回来了。娘，嫂子，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了！什么东西长出来了？许大夫送的种子长出果子来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长出来了？那树不高，也就3尺不到，但是长出了一个黄彤彤的果子，远远闻着有一股独特的清香。这什么果子？怎么长得这么快？娘，我们也别管这么多了，快去瞧瞧看吧。杜婉春拉着周大娘来到了地里，杜婉春大步走到了树边，摘了一个果子，咬了一口，果肉黄黄脆脆，不像梨也不像桃，更像是李子，味道涩涩的，并不好吃，但是果香浓郁，闻着令人非常的舒心。周大娘也摘了一颗果子，咬了一口，随后吐出来。这果子怕是不能吃，是天生用来做荷香的好东西。娘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点摘了支香吧。先摘一背篓回去试试看。没过一会儿，背篓便被装满了。大果子拿到家以后，周大娘便把厢房里面正忙着的杜大梅和王婶子喊了过来，一起忙着把果子给洗了。等到天黑之后，蒸好的果子都被放凉了，周大娘再把果子里面的香粉和果肉一个个的挖出来，放在大木盆里面搅拌。搅拌的时候还加了一些晒干的花干，趁着香粉还是湿哒哒的，用手搓成一个个的小圆球，这干了的小球便是平日里铺子里卖的香丸了，一般称呼这个叫荷香丸。婉春，你快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我和你大姑弄就行。对，婉春，你这怀着孩子别累着，快去休息。知道了，娘，大姑，我这就进屋了。他说完，慢慢转身朝自个儿的屋子走去。这前脚刚进到屋里，周瑞渊便端了一盆水过来。相公，怎么了？
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我帮你泡泡脚。相公你……还没等他说完呢，周瑞渊已经帮他脱掉了鞋袜，水的温度刚刚好。罢了，相公，还是我自己洗吧。别动，你若是再动，小心我就不是只给你洗脚了。周瑞渊绝对是个敢说敢做的人，自从有了肚子里的孩子之后，他可是一直都在克制中啊。我听许大夫说，有孕之人双脚都容易水肿，现在啊，多泡泡脚，按按穴位，对以后都会有好处。相公，可以了，我们还是早些睡吧。晚春，你先歇歇，我去把水倒了。月光缓缓从窗外洒入，又是一个平凡而温馨的夜。春日眼看着就要结束了，天气越来越晴热，放在院子晾着的香丸不出3天就全都干了。周大娘拿起一颗放在香炉里面点燃，一股清甜的香味儿缓缓在屋中散开。这果子真不错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香，从未闻过这么好闻的荷香。娘，我们给这荷香取个名字吧。这香不如就叫春意浓吧，是春里制的香，同时又有了晚春的春字。很好，春意浓，月下香飘然，帐中春正浓。娘，很好。晚春呢？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娘，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好。周大娘也不问他了，一家人就这么愉快地确定了。周大娘连忙拿木盒将做好的香丸打包，先是挑了一些好的让周峰带回京城去，随后再拿了一些给杜晚春，让他拿到成安县的2个香铺里卖。有了新的荷香，周峰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京城。他只是离开了京城大半个月，这京城铺子就有了不小的变化。从前在京城独大的袁家再也制不出香来了，他们家好像是撞邪了一样，无论是用什么方法，只要做出来的香都是臭的。等以前的存货一卖完，铺子就彻底的空了。袁家没有香卖，京城就陆陆续续又开了不少的新香铺。周家香铺的生意从一开始的爆满，渐渐的人又越来越少。掌柜的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再不回来我们的香铺快没生意了。你先把这个香摆放在货架上，然后在铺子里点上2颗。好的，掌柜的。除了是新的荷香之外，周峰还带了不少周大娘做的新香膏。周峰让伙计把这些东西都摆上，没过多久，铺子里的香味儿便吸引到了路过的夫人小姐。掌柜的，你们铺子里是有新的香啊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周家新做的荷香，你们可以闻一闻。哟，这香味好独特呀，有股春日里的味道，仿佛是一阵暖风吹来了果香、草木香和花香，清新宜人，令人心情愉悦。夫人真是好眼力，我们这香正巧就叫春意浓。行，掌柜的，这春意浓香丸多少银子一盒？一盒香丸是10颗，价格自然也不便宜了，一盒大概是20两一盒。掌柜的，给我们1人来1盒。说来这香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若是夫妻在帐中点了这香，感情都比以往要好一些。这些夫人小姐当中，有一位是韩大将军的妹妹，当今中尚书的夫人。钟夫人买了春意浓回到家中，在床帐旁点燃了香。没过多久，钟尚书就来了。我说过，想要纳妾，先休了我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知道的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休了你。你既然对我无情，那我们之间为何不直接一拍两散？床旁的春意浓缓缓升起一道白烟，香雾在整个房中飘过。钟尚书闻着香味儿，整个人一怔，仿佛失了魂一般的愣在了原地。你若喜欢那丫头，就休了我娶她，也不要再跟我提纳妾一事。钟尚书见着跟前的穿着玫红襦裙的夫人，心中顿时升起了怜惜。早就沉积在心中的爱意，好像又跟着香气一点点的燃起。他哪里是喜欢那丫头啊，他只不过是怀念过去的爱人罢了。夫人，我不纳妾，我不娶她。钟尚书家要纳妾的消息早就在半个月前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是就在昨夜，钟尚书和钟夫人和好如初的消息被传了出来。听说钟尚书把家中年轻的小丫鬟全部都拿银子给打发了，一个都没留，只留下了一些中年大丫鬟伺候着。
钟夫人欢喜不已，连忙将这事儿告诉了韩大将军。随后接下来的几天，钟夫人和钟尚书如胶似漆，成了京城贵夫人们人人都羡慕的一对儿。一群夫人听着钟夫人的事，都是羡慕不已。我记得前段时间钟尚书还要纳妾来着，怎么这会儿子和钟夫人这般恩爱了？许是钟夫人有什么御夫秘方，让钟尚书回了头吧。这钟夫人到底是得了什么秘方？我们能不能也去求一求啊？什么秘方啊？我看他是使了什么手段，才让钟尚书断了纳妾的念头。我猜什么秘方都没有。钟夫人和钟尚书啊，过去本就情谊深厚，二人之间只不过是有些误会，现在误会说开了，感情自然不就又好了吗？不过我倒是听说过一些传言，前段时间钟夫人去了周家香铺，买了一种叫做春意浓的香丸。自从买了这香后，钟夫人和钟尚书几乎夜夜都在一起。哦，难不成是这香起了作用？那就不知道了，谁也没说是这香。不过我们可以都试试，说不定还真有效果。而且那香丸也挺香的，买来也不亏。说话的这位其实是韩燕儿的闺中好友。韩燕儿听说他要来吴府赏花，所以便特地教他这么说的。那些妇人听了之后，嘴上虽然都没说什么，但是等回到了府上，就都派了丫鬟去周家香铺买香了。尤其是那个吴二小姐，一买便买了5盒。当天晚上，她就点燃了春意浓。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巧合，她那个平日里对她一直冷言冷语的老爷，居然睡在了她的屋里，还说了很多甜言蜜语的话。两人可谓是忙活了一晚上啊。到了第2天，吴二小姐带着香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吴贵妃。贵妃娘娘，你瞧瞧这个。哪儿来的破烂玩意儿？娘娘，这可不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，这可是能令男人回心转意的香。哦，能令男人回心转意？哼，妹妹呀，你可别被人给骗了。娘娘，我昨晚就点了这个香，我家老爷到了早上还不愿意走呢。真的？我可听说你家那位是许久都不到你房里去了。不信你瞧瞧。说着，吴二小姐拉了拉自己的衣襟，露出脖子上的一片吻痕。当真是因为点了这香？是，就是因为点了这香。闻了闻这里面的香丸，的确很香。我今天晚上也试试。娘娘，上次那么大的事情，皇上都没有责罚您，对您的情谊还是在的。他不过就是图一时新鲜，才喜欢那如妃。等有了这香啊，他一定能重新回到你身边。啊，若是能这样，那自然再好不过了。吴二小姐行礼之后离开了吴贵妃的宫殿。吴贵妃见这吴二小姐一走，立马就让宫女把这香点了，随后又派了一名宫女去把皇上请来。待到了夜里，皇上果然来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好些日子没到臣妾这里来了。朕不是念着你的身子还没好吗？扶着皇上坐到了床边。什么东西？好香啊！回皇上的话，这是臣妾买的新香。这香真好闻，下次往朕的房里也放一点。是，陛下。他缓缓坐到皇上的身边，准备去解他的衣带。谁知道就在这时，皇上突然将他的手拿开。你的身子还没完全好，朕今天只是来看看你，并不留宿。皇上，没关系的，我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皇上闻着那香，脑海里全都是自己死去皇后的身影，过去的种种在眼前一幕幕晃过，令他的心微微抽痛起来。吴贵妃见着他没动静，自己亲自上手解着他的衣带。周儿，周儿！他站在吴贵妃的跟前，像是失了魂一般的喊着皇后娘娘的名字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朕的周儿呢？你知道朕的周儿在哪儿？皇上，您忘了，皇后娘娘已经死了，那个狠毒的女人被你流放之后，在路上死了。啪的一声巨响，皇上抬手给了吴贵妃重重的一巴掌。谁让你这么说她的？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到
当初明明是你将他打入冷宫的，是你将他赶出宫的，是你杀了他母家一家。错了，一切都错了。周儿与朕青梅竹马，从小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他怎么可能会去害人呢？一定是朕弄错了，是不是你？皇上，当初臣妾真的没有害过皇后娘娘啊！当时人证物证俱在，皇上你都看到的。不行，一定是弄错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死了，你就忘了她？皇上用力将自己的衣摆给扯回来，朝皇后娘娘住过的宫殿跑去。皇上来到了皇后娘娘曾经住过的宫殿。周儿啊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他们的谗言，害了你们陆家一家，害得你和瑞渊他们尸骨无存呐！整个院子都是他悔恨的哭声。陛下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都保重身体呀。是我害了周儿，是我害了他和孩子啊！皇上这一哭就是一晚，第二天传到宫里面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。宫外，周家香铺的香卖得越来越好，渐渐带过来的有一些不够用了。周峰立马写了一封信，令人快马加鞭将这消息告诉了周大娘。周大娘收到信的时候欣喜不已。婉春，风儿在信上说我们的香快卖光了。娘，那我们明日再采一点果子吧。多采一些，看样子这香是做好了。新做的春意浓不仅在京城卖得好，在成安县也卖得不错。周大娘买了一些上好的料子，给杜婉春和肚子里的孩子做了不少衣裳。娘，我这肚子还没大，你这衣服就做好啦。孩子的衣服自然要早点准备，除了这些，我还要再做一些尿介子。等会儿我再去村头买一只母羊。啊，娘，买母羊干什么？留着母羊产羊奶给孩子喝呀。一家人都在期盼这个小东西的出生，然而宫里那位哭得死去活来的皇帝还不知道自己快要有皇孙了。他坐在偌大的宫殿内，对着自己的弟弟诉苦。你说你怎当初就不拦着我点呢？皇兄，当时臣弟拦了，您还把臣弟的腿都差点打断了。皇兄，你若是没事，就不要找臣弟进宫。话落，直接离开了殿内，一路快步离开了皇宫，仿佛生怕晚了一步，他就会冲上去杀了他的皇兄。离开皇宫以后，三王爷正巧路过了周家的香铺。他不是第一次路过这里，但是每次走过的时候，都会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。可惜仔细一闻又不是。今儿个也许是有些心烦吧，他第一次来到了铺子内。周峰一抬头，正巧见到他。客官，需要买香吗？掌柜的，茶水倒好了。许是有些急，周峰去接的时候一下子没接稳，把桌子给弄湿了。他连忙拿着帕子去擦桌上的水。三王爷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正巧看到了周峰正在擦桌子的手，那手腕上有一串连着的3颗小痣。三王爷猛地一惊：你这个痣是从小有的吗？这位客官，你看错了，这不是痣，只不过是我今早吃早膳时不小心掉在手中的黑芝麻。不可能，我刚刚瞧着明明是痣。你当真是看错了。客官，你要买香吗？若是不买的话，那就请出去。是李郎，刚才应该是我看错了，这里的香露我都买了。都买了？三王爷轻轻点头，朝着手边的香丸指去。还有这些我要了。客官，这里一共是400两银子。三王爷想都没想，直接从怀里拿出了一张银票，替这位客官把香装好。三王爷站在门口看了周峰良久之后，离开了香铺。离开香铺之后，他疾步回到府上，马上派了心腹去打听周家香铺。不出3天，派出去的人就有了消息。王爷，周家香铺的掌柜的姓周，家住在青州府成安县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比如说，他家中还有什么人？这家人出生在农家，一家人都住在小小的长留村里，所以能打听的消息并不多。不过他倒是和方老爷挺亲近，您要不要亲自去一趟成安县找一找方老爷？此事不能张扬，我们若是派人去长留村查，一定会引来吴贵妃和吴家人的注意。没错，
那我明日进宫跟皇兄说一声，就说我去成安县去看望身体虚弱的方老爷，顺便给他带一些名贵的药材。好的，老爷。翌日一早，三王爷立马跟皇上请辞，带着心腹二人坐着马车朝成安县赶去。长留村周家厢房内，正热火朝天地蒸着新的荷香。相公，要不你先去歇息吧，这里的火我来看着。没事，这火候不好把控，我来就行。这里热，别在这里久待。这下应该要蒸好了，我等一会儿再出去。晚春，来，这个你尝尝。说完，把手里的一个红果子给了杜晚春。嘿，娘，这个是？这是那树上长的，我瞧着和之前的果子不一样，所以尝了尝，没想到味道还不错。他咬了一口，果子脆脆，味道跟海棠果也有一些接近。怎么样，这果子味道不错吧？挺好吃的，从前都没有吃过呢。这个红果子不多，我就不用来做香了，都留着你吃。娘，这么多我吃不完啊。我刚才跟你王婶子又学了手艺，把这些果子洗干净之后再切成片，随后放在汤水里煮，等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到院子里晾晒，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蜜饯。哦，原来蜜饯是这般做的。你王婶子可真厉害，什么小食都会做。等日后啊，让王婶婶也开店，就开蜜饯铺子。这想法不错，下次我再跟她说说。此时的王婶子正带着自己的儿子王秋忙着在家里面种地呢。等到午时过后，第一笼香丸便制好了。杜晚春帮着在院子里面搓成丸子，放在铺好的纱布上晾干。刚搓到最后一颗的时候，听到院外有人在说话。这就是周家吧？哎呀，没错，这就是周家。走，我们快进去。只见是隔壁村的赵家。赵家是隔壁村有名的凶悍人家，他们家有个大女儿，大概是18、19岁，18、19岁还没成婚的都是老姑娘了。这位老姑娘模样长相并不差，就是性子太过傲气。前些时日，赵家大姑娘路过长留村的时候，不小心瞧见了周昭。赵家大姑娘见到之后，直接走不动路，回去就跟自家爹娘说了此事。赵家这两公婆也没办法了，只得听女儿的，找媒婆来周家说亲。周大娘一听是那赵家女子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这娶妻娶贤，而且周昭年纪还小呢，对婚姻大事没有想法，也不喜欢那赵家女子，她可不想害了自己的儿子。赵家那边听说周家拒绝了，气得不行，所以今儿个直接找上了门。你娘呢？我娘在屋里，不知道你们来我们周家有何事。哼，你们周家这么欺负我们家翠儿，我们今儿个来讨个公道。赵大爷，赵大娘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还怀着身孕呢，你们要是再敢动手动脚，就别怪我周家不客气了。哎呦，你不就是那杜家的小娘子吗？怎么这会儿嫁给周家就这么得意了？有孩子了不起呀？谁家女人还没怀过孩子呀？哎呦，对，你家大姑就没怀过孩子。老赵家的，你的嘴可别太缺德。说到积德，应该是你们周家积德才对吧？毁了我家女儿清白还不愿意娶她。我家儿子一句话都没有跟你家女儿说过，什么叫毁了你的女儿清白？倒是你们自己跑到我们家里来闹，生怕乡亲们不知道你家女儿急着要嫁人。明明就是你家对不起我家，这村里的都知道，我家昭儿也才14、15岁，还没到娶妻的年纪，也不知道是谁毁了谁的清白，我们还没有怪你们家就不错了。要不是你们家那小子勾引我女儿，我们女儿能这样吗？我们勾引，真是笑话。我儿子从你女儿跟前走过去就是勾引了，那路过你女儿身边的野猪是不是也勾引了你女儿？你怎么不把你女儿嫁给野猪当个山大王？你这个臭寡妇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还不知道靠着哪个野男人开了那香铺呢？你儿子勾人的本事是不是跟你学的？平日里那些不喜欢周大娘的女人就喜欢拿她是寡妇说事儿，在村里家里没有男人，多少都会被那些长舌妇编排。周大娘都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但是门外的三王爷可是受不住。住口！
三王爷大步走进院子里，将周大娘护在身后。他坐着马车赶到了成安县，见到了方老爷，从方老爷口中打听到了周家之后，便立马骑着马来到了长留村。你说谁寡妇呢？周大娘愣愣地看着来人，惊在了原地。哟，这野男人来了呀！谁告诉你我是野男人？谁告诉你他相公死了？哈，你就是陈月娥在京城的男人。都说陈月娥在京城给一个马夫做了童养媳，三王爷今儿个怕太张扬了，所以穿着一件下人衣裳。没错，他就是我在京城的男人。村子里的人不是都说你家男人死了吗？我家男人给镖局赶马车，在路上的时候碰到山匪，不小心掉下山崖，我这不就以为他死了。说完还看了一眼一头雾水的三王爷，朝他使了个眼色。你这个臭没良心的，没死怎么不早点来找我们？我现在这不就来了吗？爹。哎。那赵大娘和赵大爷看着人家夫妻团聚，他们二人朝后退了2步，转身就要走。站住！日后谁敢再来周家闹，我砍了他的腿！赵大娘和赵大爷听着三王爷这一声呵斥，连忙夹着尾巴跑了。王爷，你怎么找来了这儿？是不是皇上已经发现了我们？你放心，皇上还不知道你们没有死，我是一个人找过来的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长留村？三王爷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周大娘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凤儿手上那颗痣，也就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从小就把风儿、昭儿还有瑞渊他们当作亲儿子看待。其实当年周大娘在认识皇上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三王爷，三人也算是一同长大。但是周大娘是太后生前早就定好的儿媳妇儿，迟早是要进宫的。后来皇上对她表达爱意，三王爷却一直无动于衷，他只得接受皇上的喜爱，老实认命地准备进宫。不过后来周大娘在进宫之前托人给三王爷送过一封信，问如果他不愿意进宫会如何。其实这封信已经非常委婉了，可惜三王爷并没有给他任何答复，他没有收到任何回信，所以他只得进了宫，做了皇后。你这次来这里找我们是有何意？以后啊，就由我来照顾你们母子吧。王爷，且先不说我是你的嫂子，现在我们可还是逃犯。什么嫂子不嫂子的，当初他废了你的时候，你和他就已经不再是夫妻了。更何况你现在是周家娘子，我是周家男人，那你就是我娘子。你放心，皇上只以为我是来探亲，到时候我借口搪塞过去不就成了？倒是你和瑞渊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是准备一辈子都待在这小村子里吗？现在呀，当然是想把日子过好，等日后有机会了再去为我们陆家翻案。周儿，既然瑞渊还活着，那他才是正统，早晚有一天他是要回去继承皇位的。